大人，疼可以说。怎么了？之前每次受伤，再疼都不许抱怨。第一次有人这么跟我说。你在花月夜受苦了，以后你不用再回去了。大人，这用的什么药啊？惊一下没那么疼了。镇血丹。镇血丹，这么珍贵的药材，你下血本了？别动。读者最细伶俐，大人不必为我。你是因为我受的伤，我总不能坐视不管吧？怎么了？这样有反噬？我饿了。店家。哎，吃点什么？2张葱油饼。饼给你。谢谢。怎么了？不是饿了吗？葱油饼是我这世上最爱吃的食物，也不知道大人喜不喜欢。大人既然记得，我从不忘事。让你高兴就这么容易啊？不就是个葱油饼吗？快吃吧，都凉了。这是君后让我带来的你最爱吃的葱油饼，预祝你旗开得胜。太子殿下，我们等你回来，你肯定可以的。等你回来。不知道母后怎么样了，我一定要早点解毒，回到瑶光山。梅姨，怎么了？伤口还在疼。我看看。不是好了吗？虽然，但是，怎么了？大人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就是个花月夜的小仙子，我能在无归海有个归处，对我来说已经是妄想了。你说，无归海要是以后来了真正的女主人，大人肯定要弃我而去的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记得我喜欢吃什么呢？那不徒增我妄想吗？他竟然真的对我，我何时说要气你了？那大人的意思是说，
是不会跟我分开了，是吗？我知道了。不会分开。什么？民以富贵险中求，成了。大人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回到花月也不过半个时辰，言笑就带人过来了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大人不会怀疑是我把消息传出去的吧？瑶光山的破镜子还对你有了反应，你到底是谁？大人，放开我，疼！大人，这是想验我身，看我是否用了换身术。行，你验。大人是铁了心要冤枉我是吗？我怎么知道那个破镜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今日瑶光山送来的贡品，大人都分给那些姐妹了，说不定追击镜就是感应到那些呢。啊，这么巧？那你验我身，验出来什么没有？没有。又是搜身，又是拷问，大费周章，结果一无所获，我都替大人遗憾呢。不见得。刚才我问你问题的时候，你气息全乱了。大人才是全乱了。大人若是不信我，我走便是了。说说看，这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？大人饶命！大人饶命！为何要在乌龟海偷盗？因为太穷了。
我家世代身处寒暑之水，只能以采药为生。我所认识的亲友，他们3餐都成问题，所以我……那你也不该。是，我羞愧难当，还请大人严惩。不能严惩。我愿见三三，徐婆婆的家我全包了。如果大人有需要，我还有需要你直接说就是了。啊！我对严笑说了，你就是乌龟海的女主人。往后若是你有需要，直接开口便是。还有，这房间以后是你的了。这房间，谢谢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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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，嗷，季伯仔此人疑心极重，我们必须要有多手准备。另外，让你准备的东西呢？我若假装贪财，反而能打消他的疑虑。只要能解毒，可以让你先嚣张几日。主上，说过多少遍了，私下见我不需要行礼。哦，是。动身往逐水灵州之前，先去一趟寒暑之水。为何？明义出身于寒暑之水，你仔细查一查他的底细。主上是要留下他？是要暂时留下他。他当着严笑的面，架着我认下他的身份，一时半刻也不好再将他送走了。外面的人也在想方设法安插自己的人进来。若他真的没有问题，留下来当个幌子，挡走那些人也好。主上未免太谨慎了。其实，杀了他更容易。若他真是寒暑之水采药仙家的孩子，那他对于我的计划就还有用处。韩风君也找你了？没啊，我就是来玩的。请。谢了。哇，好好喝呀！属下无能，那季伯仔把花月夜的仙子又接了回去，用它做挡箭牌，拒不收人。既然软的不吃，那就来硬的呗。硬的不行啊，太硌牙了。韩风君的意思是栽赃陷害，可是没有把柄啊。这壶有把柄也不好拿呀。还是让本君亲自去感受一下这乌龟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。韩风君说的是。现在外面看不见，也听不着我们了。你真可以啊！一番操作下来，成功稳住了季伯仔，还让他把你留了下来。吉星渊现在的局面，就是神君缠绵病榻，寻常总是昏睡不醒。其膝下唯有一女，不可能继承君位。其胞弟韩风君穆其柏，极有可能就是未来的神君。但是谁都没想到，这天机公主竟挖出了身在沉渊的季伯仔，让连连落败的吉星渊跻身上境。我果然没看错人。而七云大会收尾之后，天机公主也愿意和季伯仔联姻。这韩风君不会乐见其成，于是他表面上是在拉拢季伯仔，实则是在警惕他和天机公主结成联盟。所以季伯仔需要挡箭牌，就像我需要抓板。
所以这乌龟海也很难让季伯仔放心的藏黄粱梦。你查过他身上吗？我查什么？你想呀，最宝贵的东西，没准都随身带在身边呢。怎么可能这么明显？大人才是全乱了，难不成还真在身上？但你能搜他的身吗？搜身也许不行，但是能达到搜身效果的，哎，脏耳朵，脏耳朵，什么主人呢？你不知道我年纪还小呢。变回来吧。哎，一会儿奖励你小鱼干。你看你这什么破烂都往回捡。找到了。你逃命路上怎么还带闲书啊？自从我知道他把花月夜当家住之后，我好费心才找到的。你主人我呢，学东西太快，这点东西，这是什么呀？这都。造眼睛了，造眼睛了，造眼睛了，造眼睛了！花月夜已经几乎算我半个家了。这个地方，我的确许下过诸多承诺，也留下了诸多回忆。承蒙各位仙子的厚爱，让我能够忘却俗世，见得极乐。聊赠薄礼，往后的日子，愿诸位仙子事事如意。我答应给你的东西，很快就能拿到了。之前说好的事，你不会后悔吧？星君放心，你与我有救命之恩，若水是定然要报答的，我不会后悔。恩情谈不上，有没有你，那人我都要杀的。他虽是我父亲，但他那样心狠的对待我和母亲，我绝不远游。我一定会按你的计划行事，也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。当然，有罪之人不该善终。今时的我，已通读灵修宝朝非昨日的我了。我今夜一定摸透季伯仔的老底，把他身上的黄粱梦带回来。你等着看吧。帮我弄件衣服。什么衣服啊？脏耳朵了！赶紧的，快点。拿我天生的弱点对付我，你不觉得自己过分？不过分。哪个小猫咪最听话呀？我最听话。
这房间四面通风啊，冷冰冰的，一点都攒不住人气。哎呀，小小季伯仔，还想难倒我呀？哼！这太一般了，这。普通。哎，好，哎，回来了。这能行吗？这。主上，韩风君已在内等候多时。于静，于静，当初要不是你，我可能就死在季伯仔手里了。是那个时候，掉在了他的灵犀井里。他只是将于静当做战利品，放在这里日日关烧。伯仔老弟啊，你这乌龟海甚少有外人来，本君今日前来，没有冒犯吧？没有的事儿，是我门庭寥落，让韩风君见笑了。这就是伯仔老弟你平时生活的地方。韩风君，里面请。老弟啊，你这住处当真是敞亮透风啊！是啊，过去的沉渊，渊深逼塞，密不透风。过于幽闭的地方，大多藏污纳垢。我现在啊，就是喜欢这番一览无余。你当真是与众不同啊！不过，你这乌龟海只用那一个老妪，终究还是冷冷清清。不如还是本君给你安排2个人，让你这边也能热闹一点。韩风君，你可千万别，我怕我家那位小仙子又寻死觅活的。怎的寻得这样一个醋坛子？荀婆婆，拿酒来。此酒可是经孟阳秋指点酿成，酒仙世家的方子，快尝尝。好酒啊！不瞒老弟，本君一直想同你交个朋友。本君的小侄女天机和你相识在先，她慧眼识珠，破格提拔你做了斗者。你逐鹿青云，为吉星渊挣了这么大一个面子。本君虽为后来者，但心中敬佩敬仰之情，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得韩风君青眼，是在下的荣幸。既然老弟
你也愿意同本君交这个朋友，那本君心中好奇，老弟能否解惑一二啊？知无不言。吉星宫一直传闻，说老弟你的灵脉是靠离恨天得来，用了离恨天却能活下来，莫非是你手中有黄粱梦？师祖，我还想活，您千万别杀我。那便留你一命。这也太突然了。突然吗？我为这一刻已经准备了500年，以8大宫直系血脉为我解开封印结界。这方法我一直都知道，但难题在于如何凑齐8宫血脉为我解封。我出不去，只能让他们进来。我将灵火炼出分身，增进修为，为的就是点燃8大宫心中的恐惧。师祖，息怒啊！师祖息怒！他们恐我冲破封印结界，自会派人进山。弟子婉灵，仰慕师祖风采，愿侍奉师祖。一旦送进山的弟子丧命，他们便会因畏惧之心蠢蠢欲动。师祖怕是还记着昔日的恩怨。让我们先下手为强。你去把塔外的结界消了，老鼠会顺着缝隙溜进来。而这第一个新月夜，就是我最虚弱的时候。那些溜出去报信的弟子，会诱使山外公主趁虚而入。公主，新月夜是她500年难得一遇的虚弱之时，但只靠传言，还远远不够。端看新月之夜的当天，灵脉是否会变弱即可。师祖体内的封印法钉令他无法自戕，这点是做不得假的。你今日无需再干杂活，只需学会一种杀人的术法。还记得我是怎么教你的吗？往哪里刺最好？动手！你们干嘛非要救我？我与灵火融为一体，一旦我的心脉受损，与灵火相连的灵脉便会受到影响。只有8大宫亲眼看到我身体虚弱的征兆，他们才会不顾一切的进山。灵脉果然被减弱了，好机会！岂会被你抢先？让你刺伤我，是使这个计划成功的最后一步。那您自己捅自己一刀不就行了吗？干嘛要我动手啊？庚辰仙府那些老东西，怕我在三圣山与这仙府的灵力同归于尽，在封印我的钉子上加了禁制，让我无法自戕。所以这一剑要由你来刺。再者，不给你这个机会，怎能让我彻底辨别你当真无害我之心？拿自己的命当赌注，您可真是一个狠人。你是不是想骂我？没有啊。
你是不是想骂我？是。骂来听听。杀人狂，大混蛋，你满意了吗？那你是否想杀我？不想。你不是困了吗？去睡吧。又狗过了一天。司马娇在这里被封了整整500年。现在终于出来了，为什么他看起来并不开心呢？这仙府定藏了不少秘密，再让那群人苟延残喘些时日。公主，这贱奴竟想要夺位！究竟是什么东西，竟能炼化公主的内丹？难道你是公主的直系血脉？不会是公主女儿吧？公主女儿？不然，我如何炼化她的内丹？拜见公主！拜见公主！拜见公主！从今日起，阴之宫由我叶入灵掌管。若有不服，尽管来战。弟子不敢。拜见公主！司马娇，你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。他真是个奇怪的人，睡觉而已，也值得这人如此痴迷。怎么回事？我就补个觉而已，怎么就被睡了？不知道师祖还要封到什么时候。这些人对他来说不过是蝼蚁，估计我在他眼里也一样。算了，能活一天是一天。当羡慕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一谎言。风一脉，灵火相见，不见天明，偏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大雨滂沱天地间。风月最远，
世不还。当羡慕一念善恶明辨，多少灵魂遁入银荒野，风一脉，灵魂相牵，不见天明，便与你缠绵。最爱万丈，如那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再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灭。最爱无缘，惹不烂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。这方寸之地，竟囚了我500年。最爱万丈，如那雨滂沱天地间，风月再远，弹指间爱可以幻灭。最爱无缘，惹不烂一生时光，就算这一世万劫不复，也仍要和你纠缠，生生世世不还。师祖，白鹿崖内已准备妥当。师祖，当年那场大火之后，弟子就将这白鹿崖重新修葺了一番。虽然往日的风采已不在，但是一切的事物依然如旧。师祖尽管和这位弟子安心住下。过来。弟子知道师祖不喜被人打扰，弟子特意选了一些傀儡人，他们既无意识，也无灵魂，方便师祖差遣。师祖闭关之时，师某没有办法侍奉左右。今日师祖已经出山，师家就应该尽司马家祖辈赋予的义务，不然师家再更成仙府，也不知道该如何自处了。请师祖成全。师长们，师长们一心维护司马氏，却还能在与八大宫的斡旋之中全身而退，费心了。我会为师祖守好更城仙府，等着师祖归来。风景好是好，只是白鹿崖里只有我一人面对这嗜杀的诅咒。不知道我这条小命还能留多久。你没休息好吗？啊，不是。那为何今天不如往常一般模样了？
我往常啥样啊？问题不少，废话很多，还尽是些我听不懂的胡言乱语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那些人一定要死吗？你想替那些人伸冤吗？我只想知道原因。师祖居然没生气，脾气和猫一样难以预判。喜欢这里吗？喜欢。我讨厌这里，但这里毕竟是我的家。哎，这花在三圣山见过啊。小命差点不保。这些花叫日月幽檀，花的种子是司马氏族人死后身体里留下的骨珠。啊，一颗骨珠便能种出一株日月幽檀。那这不就是墓地吗？这么多花，得死多少人啊？司马氏族人死后，身体留不下来，能留下来的只有一颗珠子。以前留存了很多珠子，一部分被我撒进了三圣山，另一部分被我撒在了这里，然后就开出这些花来了。真是惊悚又浪漫。我送你一朵，自己选吧。可我摘花，您不会杀了我吧？还有，这日月幽檀最奇特之处就在于，恶人死后骨珠种出来的花，则是无药可解的剧毒，而善人的骨珠所种出来的花，则是可解毒的灵药。只不过这些花都样貌相同，无人能分辨出来。那我这朵不会是毒花吧？好像没什么事儿。哦，这样说的话，在三圣山那晚，玉蓉蓉是因为摘花中毒才死的呀。哼，贪心的人运气一向不好。还好，当时这花我都没敢动。不过这无药可解的剧毒和可解毒的灵药，不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吗？看你现在还能站在这里，选的应该是灵药。嘿嘿，运气不错。嘿嘿嘿嘿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用的，他们分明是要困住我们司马氏族人。我太祖婆婆已故去，需出山安顿。你们封闭白鹿崖，这是何意？稍后我们会派人将太祖娘娘接出山安葬。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移守护灵府，还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八大宫居然这么明目张胆，这和将我们当作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阵法乃八大宫联合封印，只进不出，还请师祖莫要徒劳破阵。从师祖的上一代开始，就逃不过被八大宫联合封困的命运吗？师祖娘娘，你不是护送太祖婆婆的尸身去阵法外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昨日，八大宫公主特意打开封印阵法的缝隙，让我将太祖婆婆的尸身送去崖外安葬。结果，快说！结果，那些八大宫之人
竟然将太祖婆婆的尸身给享酒宴之欢，这简直是畜生！师祖的父亲是疯了吗？他是想毁了白鹿崖吗？干什么？你疯了！干什么呢？这是！就是啊！哎呀，不是！死了！现如今，只有司马鄂与他的儿子是能侍奉灵火的司马氏血脉，这不能让他们也死了。不要！如今要尽快让娇儿与灵火相融，这样八大宫的人便不敢对他出手了。若是融合灵火，他将永生的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乐儿啊，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她拥有凤山返祖血脉，至纯而强大，她便是我们司马一族重振的希望。你可知炼化凤山灵火的代价？一旦失败，你母子二人都会死，司马氏就彻底灭族了。我没有选择了。今日我奉上血肉和灵骨，你可愿意为我涅槃，与我的娇儿融合？我最不想要的，便是你的性命。罢了，这世间我也看腻了。从此，你便是世间仅剩的司马氏血脉了。我是被埋了吗？谁埋的我呀？祖宗，蛇兄下火苗救我！开！吓成这样，您干嘛把我放棺材里啊？谁让你自己选了一株毒花？我见你昏迷3日，无力回天，自是要给你个厚葬。好了，这棺材只是为了吓吓你，毒我已经给你解了。我选的是一株有毒的花。您不是说，只有恶人才结毒花吗？可司马鄂，司马娇的妈妈，看起来实在良善。一个人，怎么可能是非黑即白的呢？
这区区一朵花，便能定善恶吗？那花为何有毒？死前，心情平静愉悦，骨珠结灵花；死前痛苦怨恨，结毒花。怪不得。听你的语气，你是看到这花的前身是谁了？他还不知道，我摘下的这朵正是他妈妈骨珠开出来的花。我要告诉他吗？算了，他现在心情不错，我还是不要接人伤疤了。没想到，师祖的家族竟遭遇过8大宫的联手封困。面对族人全都葬身火海的仇恨，难怪他要反击那些人。不过这花不是无药可解吗？那我怎么又活过来了？不是还有解毒的花吗？哦，原来不是毛与盾，是消消乐呀。那您是怎么辨别这药与毒的？我是司马氏族人，这毒对我天然无效。况且灵火能帮我分辨药与毒。难道您还专门调用了灵火，搞这么大阵仗救我？救你还需要灵火？我只需要区别一个甜与苦罢了。又是毒药。师祖，我们来这儿干嘛呀？开始吧。这就是修仙世界的比武啊！先做样子吧，拖延下时间。好，等主事的长辈来。师祖。师祖，今日怎么会有如此雅兴来看弟子们死斗啊？这种装模作样的东西，也配叫死斗？师祖，容我多一嘴。台上的那2位，一位是出自于天之宫，一位是来自于日之宫，2位都是各个公主煞费苦心才培育出来的优秀弟子啊，伤了谁都不合适。能不能看在释家人的面子上，放过他们一马呀？放过他们？死斗为的就是让弟子在生死之间提升修为。如今各大宫绵延势力，连自己定下的规矩也都不管了吗？师掌门亦认可此举？仙府竟然还有这种传统！既然师祖发话了，你们便认真死斗，不可敷衍了事。我们做错了什么？不过是同门师兄弟留有余地而已。就是，滥杀无辜，有违道义。我们比试是为了互相切磋，提升修为，为什么非要赌上性命？
就是啊，这不是你们八大宫自己定下的规矩吗？现在反倒说别人是恶人。你们说我有违道义，滥杀无辜，那就让我见识见识你们的道义值几斤几两啊！这是什么？这好像是血凝花。当真？这就是传说中的血凝花吗？今日在场的每一位弟子，谁要是能赢够20场死斗，便能获得一片凤山血凝花花瓣。师弟，得罪了。师叔，你那可是凤山血凝花，一片血凝花可长1000年修为。我们修道不就是为了这些吗？就为一片花瓣争得你死我活，八大宫的公主们对此也无动于衷，就这么冷眼旁观吗？这些弟子都疯了吗？不过是比试，他们怎么自相残杀？跟刚才客客气气的完全是两拨人。本就是人面狼心，如今图穷匕见罢了。师掌门，师祖是想将我们培养的优秀弟子全部杀了吗？其实这也不能算是师祖所为，是那些弟子贪婪罢了。哎，死的是我的弟子，你当然在这儿说风凉话了。石公主，稍安勿躁。真是没想到，当初一个小小的孩童，却变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今日的死斗，只怕是师祖给诸位的一个警告啊！师掌门，你是八宫之首，又是师祖的心腹，你可千万不能让他再这么放纵下去啊！师掌门，我们可都仰仗你了。好，诸位放心，师某定当会全力的安抚。只是师祖刚刚出山，气还在头上，只要他做事不太过分，我们啊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。想说什么就说吧。师祖，今日您拿出来那血凝花，他们似乎很想要。可是您不是说过，血凝花需要您的血才能用吗？否则人就会炸掉。可是今天那些人，他们都没喝过您的血，就算得了血凝花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不是我的血，是凤山一族的血。凤山一族不是只剩下您了吗？是啊，司马氏的人死后只剩下一颗骨珠，尸体却留不住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是因为司马氏的血肉都是能增进修为的良药，会被庚辰仙府那些家族分割。照今日这些人敢抢夺血凝花的行径来看，在场的弟子都曾喝过我司马氏族人的血。
受不了了。这魔域间隙倒是比先府许多人正派，稀奇的很。算了，管他是哪里的。